大家好，我是甄妍。中國中央電視台近期播出的軍事專題片《制勝》，片中公開了中共空軍首批裝備國產5代隱身戰機殲20的王牌部隊——航空兵某旅飛行2大隊，在一次高規格實戰化演習中，遭遇4代半戰機編隊在短短20分鐘內被判定全滅、全員戰損的慘敗記錄。中共官方宣傳機器習慣將這類敗仗包裝成知恥近乎勇、苦練精兵的勵志典型，甚至高調宣傳指揮員王力將飛行2大隊20分鐘覆滅恥辱器的牌匾掛於研討室門口，以警示官兵。然而，若撇開官方宣傳的政治濾鏡，從現代空戰的戰術邏輯及軍事文化深入拆解，這場演習血淋淋地揭露了中共空軍的深層黑暗面與致命傷。長期以來，中共官媒對殲20的宣傳始終離不開代差壓制與單機無敵。官方宣稱5代機面對4代或4代半戰機時，能憑借奇梯的雷達跨界面與先進航電，實現先敵發現、先敵鎖定、先敵摧毀的摧枯拉朽優勢。然而，本次演習的真實結果卻給了這種宣傳以及沉重的耳光。在失去了後方大型預警機與地面雷達網的支援後，頂配的殲20編隊面對配備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與抗干擾設備的殲10C 和殲16編隊，竟然連20分鐘都無法支撐，便慘遭團滅。這暴露了共軍關鍵的裝備與戰術硬傷。要知道，真正的第5代戰機，如美軍 F-35，其核心戰力不是單純靠隱身，而是強大的分布式孔徑系統與單機戰術數據鏈融合能力。美軍5代機就算在無預警機支援的盲區內，也能透過單機或機群間的雷達、紅外線與光電傳感器進行多角度交叉定位，實現獨立的網絡化作戰。但殲20在脫離外部體系支援後，瞬間淪為空中瞎子。這說明其單機的航電融合度、光電探測能力以及機器數據鏈的抗干擾和自主傳輸能力，都遠遠沒有達到宣傳中的5代機標準。另外，在被切斷外部數據鏈後，殲20沒辦法在中遠距有效壓制具備強大電子戰吊艙與 ISA 雷達的4代半戰機。一旦被迫進入視距內纏鬥或中距電磁混戰，殲20龐大的機身以及側視雷達反射截面的局限性就會暴露無遺，直接導致其在數量或體系佔優的4代半機群面前迅速敗落。在這次中共內部的演習設定中，殲20編隊是在被強制切斷所有後方支援、無預警機引導、無地面雷達情報、無電磁干擾掩護的極端狀態下崩潰的。中共軍方將此稱為極限壓力測試，但在真正的現代高強度衝突中，這不過是戰場的常態。這也就暴露出解放軍高度依賴保姆式體系的致命弱點。據悉，解放軍空軍至今仍遺留着深厚的蘇聯前線航空兵體制影子，作戰高度依賴地面指揮所或大型預警機，如空警500、空警2000進行手把手的向量引導與目標分配。前線飛行員習慣了接收指令形式，嚴重缺乏西方空軍常態化的任務型指揮彈性，也沒有單機或者小編隊自主決策權。如果是在台海或印太戰場上，美日與台灣國軍的電子戰部隊憑借 EA-18G 電子攻擊機、長程反輻射飛彈以及隱身打擊力量，開戰首要目標就是摧毀或強電磁壓制中共的預警機與數據鏈節點。一旦中共的天基與空機網絡被切斷，像殲20這樣的王牌機群就會瞬間失去戰場透明度，20分鐘覆滅可能只是保底估算值了。另外，解放軍基層部隊實行軍事指揮官與政治委員雙軌制，政委的核心任務是監督官兵對黨的忠誠度。這種分散且高度政治化的指揮結構，直接摧毀了現代軍事理論中最關鍵的前線自主決策權。
在瞬息萬變的戰場上，層層請示與政治審查只會讓部隊在突發狀況面前反應遲鈍，錯失戰機。值得關注的是，演習失利後曾獲金頭盔與金飛鏢榮譽的旅指揮員王力，將寫有“飛行2大隊20分鐘覆滅恥辱器”的牌匾永久懸掛於空勤樓戰術研討室門口。這種做法在中共體制內被塑造為敢於亮醜、苦練精兵的典範，但在現代軍事管理學眼中，卻是典型的政治作秀與威權管理。現代先進空軍如美軍的飛行任務彙報或以色列空軍的復盤機制，講究的是無過錯數據復盤，重點在於客觀分析航電數據、電磁參數、能量狀態與戰術邏輯，找出系統或軟件漏洞。而中共軍隊掛恥辱牌的做法，本質上是將系統性的體系缺陷與裝備盲點粗暴地甩鍋給飛行員的思想鬆懈作風不應。飛行員過度依賴隱身性能，是因為官方長期以來將國產裝備政治化、神話化，導致基層部隊盲目自信，演習敗北後靠搞政治宣示，掛牌匾立誓來替理官兵。完全是用2戰時期的政治動員與道德綁架來處理高度複雜的現代空戰科學問題。影片中還提到，演習失利後，該部隊組建專門攻關團隊，深度復盤對抗數據，宣稱研發出在雷達靜默狀態下穿透防空網，直插敵方縱深獵殺預警機與指揮中樞的穿透制空戰術。這項聽起來氣勢磅礴的戰術，實質上是走投無路下的自殺式賭博。在缺乏預警機支援、完全雷達靜默的前提下進行單機或小編隊縱深穿透，意味着戰機完全無法主動探測周圍動態，僅能依靠被動接收機或目視。在对手布滿反隱身雷達，如 VHF、UHF 雙基地雷達、紅外追蹤系統與巡邏基地的密集防空網中，這種雷達靜默突防無異於閉着眼睛闖火海。這項戰術反映出解放軍在體系被打斷後，缺乏有效的技術與數據鏈補救手段，只能寄望於飛行員冒極高風險進行孤注一擲的自殺式襲擊。這暴露了其戰術思想在現代化裝備的外衣下，骨子裡依然是以人肉肉身填補裝備體系漏洞的舊時代思維。要知道，在現代戰爭中，秒級的戰術決策與精準的操作技巧決定勝負。然而，解放軍內部極為特殊的黨建文化正在嚴重侵蝕其軍隊的專業化戰力。早前，外媒還披露，解放軍官兵有高達40%的訓練時間被強制用於政治學習、思想審查與忠誠度表態。當西方軍隊在進行高強度的模擬電磁對抗與複雜氣象飛行時，解放軍官兵卻在背誦政治口號。這種戰術訓練時間被嚴重擠壓的現狀，讓外界高度質疑其是否能應對現代化戰爭。所以 CCTV 這次節目原本可能想向外界展示解放軍如何在演習失利後知恥後勇、查找問題、改進戰術。但換一個角度看，它反而意外暴露出另一個問題：如果連一場高強度模擬對抗都需要靠如此高風險的穿透戰術去彌補體系漏洞，那麼一旦把這套模式放進真正的台海戰爭，又會發生什麼？這就引發了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習近平真敢攻台嗎？近期，前英國資深外交官、英國國防及安全智庫皇家聯合軍事研究所資深學者彭朝思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明確指出，中共若發動對台全面入侵，將不是一場順理成章的統一之戰，而是一場攸關中共政權存亡的生死豪賭。這場賭局一旦失敗，爆發的後坐力將不只是一場軍事潰敗，而是直接吞噬北京當局的統治合法性。從戰術天險、情報透明度到經濟反噬，多重現實枷鎖正將這一場攻台狂想推向極高風險的邊緣。為什麼這麼說呢？在軍事對抗層面，台海絕非可輕易跨越的平原，而是一道長達100餘里的天然天塹。
台灣本島地形複雜，全台僅有約13處適合大規模兩棲登陸的紅色海灘。這些灘頭早已被國軍構建了重重防禦與阻絕設施，如漢光演練中展示的河道阻絕與多層防禦網。任何登陸艦隊在橫渡波濤洶湧的台海時，都將成為海空火力與精準飛彈的集體標靶。中共若寄望於空降部隊突襲，在現代無人機技術、防空飛彈網絡如愛國者天弓系統與密集近迫武器系統的交叉網架，慢速運載機與傘兵部隊極易在空中遭批量擊落。只要台灣防禦準備充分，兩棲登陸與空降突襲都將演變成慘烈的死亡衝鋒。中共若要對台灣發動全面入侵，絕不可能如同一場突發的特種襲擊，而是需要數月乃至半年以上的戰略準備。要知道，中共的兩棲艦隊集結、物資調運、徵調民輪、後勤野戰醫院鋪設以及空軍基地的前瞻部隊，這些異動在現代商業衛星、電子偵察與多國情報共享網絡下將無所遁形。這種無法掩飾的集結過程，等於提前向美日及西方盟友發出明確警告，這將給予國際社會充裕的時間進行兵力前瞻部署，強化台灣防禦裝備，並預先啟動嚴厲的金融與經濟制裁，徹底喪失戰術突襲的可能性。部分軍事分析認為，中共可能採取退而求其次的封鎖戰術。然而，封鎖台海本質上是一場自殘式戰略。另外，台灣海峽是全球最繁忙的黃金水道之一，承載了亞洲乃至全球極高比例的貨運與能源運輸。封鎖台海意味着截斷國際貿易航線，全球供應鏈將遭遇毀滅性打擊。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全球制造業工廠，中國的經濟高度依賴進出口貿易與外資流入。封鎖台海引發的全球經濟對抗與連鎖反應，將直接導致中國外貿企業倒閉、資金外逃與大規模失業潮。這無異於在經濟已經疲弱的現狀下，親自點燃國內社會動盪的引線。彭朝思特別指出，這場戰爭最致命的隱患在於中共無法承受失敗的代價。中國長期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當前解放軍基層士兵大多為獨生子女。一旦台海爆發慘烈的消耗戰，數以萬計的年輕士兵在異地陣亡，隨之而來的是無數家庭的破滅。當經濟崩潰、大規模失業與失去獨生子女的悲痛交織在一起，累積的民怨將迅速轉化為對統治者的極大反噬。中共當局將對台作戰與最高領導人的歷史定位及權威深度綁定。一旦在台海挫敗，不僅強軍神話徹底破滅，其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與社會反彈浪潮將以不可逆轉之勢將當局吞噬。另外，雖然美國情報部門預估習近平已要求解放軍在2027年前具備攻台能力，但從中共對國內社會的動員程度來看，其內部呈現出嚴重的上熱下冷與戰略割裂。外界認為，雖然最高層不斷劃定時間表，但中共高層並未在經濟、法律與社會動員上真正推動中國百姓進入戰時備戰狀態。解放軍軍事現代化的成果，其根本邏輯依然是維穩高於外戰。新型裝備的堆疊，主要是為了確保中共在面臨內部動盪與外部壓力時，有足夠的底氣維繫統治，而非真有信心去進行一場極有可能引發政權崩潰的跨海豪賭。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